韩国当女爱豆到底能有多卑微呢？如果你觉得她们只需要站在舞台上画着精致的妆容，享受着千万粉丝的欢呼，随便拍个广告呀就能年入千万，那只能说你被 K-pop 极其完美的包装给骗了。大热女团 TWICE 的成员某某当年为了能顺利出道，被公司要求必须在1周内减掉7公斤。他每天什么都不敢吃，实在饿得受不了呢，就含一块冰块，连咽口水都怕自己长胖。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都在哭呀，生怕自己第2天醒不过来。这种连饿带熬的折磨，只是他们整个职业生涯里最轻松的开始。在这个高度成熟、极其冷血的工业化造型产业里，红与不红，顶流还是底层，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。因为从踏入这个行业的第1天起，你就已经不再是个人了，而是资本流水线上一个随时可以被替换、被消耗的标准化商品。今年5月，韩国女团成员 MOCA 的带病打嗝事件震惊了全网。她原本因为极度的健康问题呢，已经病休了近1个月，连医生都严厉警告她不能再过度劳累，但她还是强撑着站上了打嗝舞台。镜头里，她每一个动作都带着肉眼可见的极其吃力，到了后半段完全是边哭边跳的状态。为什么并没有好就要劈死上台呢？因为在韩语呀，爱豆的职业寿命短得可怜，更新换代的速度快到让人窒息。MOCA害怕自己病休期间被粉丝遗忘，害怕被队里其他成员甩开，更害怕自己被随时可能冒出来的新人替代。这种极其严重的自我内耗，逼得他只能拿命去换曝光。在韩国，爱豆回归打嗝期的死亡行程那是常态，平均睡眠呢被极致压缩到1-2个小时。这种透支身体的操作，在韩国甚至成了家常便饭。当年红极一时的 AOA 组合门面担当雪炫，在大冬天零下10几度的室外舞台上表演，不仅要穿着单薄的短裙，还要踩着高跟鞋又唱又跳。表演到一半，他开始疯狂干呕，最后体力不支，直接倒在舞台上，连站都站不起来。最后呢，是被队友架着拖下台的。女星金泫雅曾为了复出，连续10天每天只吃1顿饭，最后体力不支，直接晕死在舞台上。李慧莉曾连续48小时不眠不休赶通告，高烧引发脑膜炎被紧急送医。最可悲的是，这种极其透支生命的带病上岗，在业内居然被资本和粉丝标榜为敬业典范。这种畸形的粉丝文化，无形中成了资本压榨艺人身体的变相帮凶，逼着爱豆们为了赚快钱而不断透支健康。那如果是已经功成名就的顶层爱豆呢？到了巅峰回落期，他们面临的将是人设反噬的绝境。以 FX 的门面担当郑秀晶为例，在2代女团的黄金时代，她被 SM 公司用天价重金包装成了清冷高贵的冰山美人，接的呢都是顶级财阀千金的剧本，拿的也是最顶级的资源。可是，一旦过了巅峰期，离开团队的加持，现实的残酷就来了。过去的老牌艺人根本没有容错空间，郑秀晶引以为傲的人设从红利变成了死死勒住她的枷锁。为了维持基础曝光，不被市场彻底抛弃，她被迫接下了对标美版，主打大量极其劣质的成人综艺 SNL。在节目里，她甚至要放下所有的身段，把男演员嘴角的番茄酱用手擦掉，吃进自己嘴里，甚至上演极其大尺度的隔着玻璃亲吻。这就是资本流水线的恐怖之处。巅峰时，他们用人设吸走你所有的商业价值；一旦你过气了，他们绝对不承担风险为你兜底，只能自己亲手打碎人设，承受口碑崩盘的网暴，去换一口饭吃。而最惨的是那些在底层苦苦挣扎、无名小公司的女团。韩国曾经有一个叫 Stella 的4人女团，出道后呢一直无人问津。为了回本止损，毫无下限的经纪公司居然逼迫这4个20出头的女孩走软色情路线，她们被套上极其暴露，甚至像内衣一样的打歌服。在 MV 里做着极其不雅、带有强烈性暗示的舞蹈动作，这几首博眼球的歌让他们遭到了全网铺天盖地的网暴和羞辱。女孩们在练习室里崩溃反抗过，但公司手里捏着极其严苛的不平等合约，直接用天价违约金进行高压威胁。退圈后，这些女孩遭受了不可逆的心理创伤，甚至连看到牛奶都会觉得恶心。最让人窒息的是，她们承受了如此巨大的精神羞辱，换来的所谓的黑红流量其实1分钱都没有落进自己的口袋。解散时7年的青春，每个人仅仅分到了1000万韩元，连最基本的温饱都解决不了。韩国大热女团本月少女的核心成员Cho，靠着甜美的形象和极强的综艺感，一个人接了10几个代言，天天在各大综艺里刷脸。按理说她早就赚得盆满钵满了，可结果呢，她被爆出辛苦工作了整整5年，账面上的收入居然是负数。这也是全韩国哪怕是顶流爱豆都在面临的终极通用枷锁。除了像 BLACKPINK 这种极其罕见的金字塔尖，大多数韩国爱豆拿到的分成比例是公司9，艺人1，而且呢这一筹还要和所有队友平分。
底层的爱豆月收入甚至只有几千块钱人民币，逼得有些绝望的女孩为了出头，只能被迫沦为财阀的玩物。你再加上长期的高压内卷、无休止的网络暴力，导致近半数的韩国艺人患有抑郁症，那自杀率呢更是居高不下。雪莉、具荷拉等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逝去，就是最血淋淋的证明。从带病打嗝的猫卡，到被破格演出的郑秀晶，再到被彻底毁掉人生的 Stella， 这一桩桩血泪史都在印证一个可怕的现实：无论你是一线顶流还是底层小透明，只要你踏进了这个被违约金加负债加内卷构建的闭环牢笼里，你就永远别想体面的脱身。